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呃，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受 OpenCV 中国的邀请，来这里给大家做一下 OpenCV 深度学习相关的分享。然后开始之前，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吴志文，目前就职于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我是 OpenCV 深度学习模块 Vulkan 后端以及 OpenCL 后端的作者。然后目前的工作主要是做深度学习推理引擎和媒体框架之间的一个结合的工作，以及推理引擎的优化工作。今天的分享的内容是 OpenCV 深度学习应用与原理的分析。我这个 PPT 翻起来有点问题。OK，这个是今天的主要内容，分4个部分。首先是对 OpenCV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是对 OpenCV 深度学习模块，从使用者的角度做一个总体的介绍，以及它的一个使用示例的一个讲解。第3部分是我们会深入到 DM 模块的内部，对它的优化和加速的原理做一个分析。最后会以 OpenCV DM 模块加上英特尔的推理引擎后端为基础，呈现一个人脸活体检测的应用。首先，OpenCV 它是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的简称。它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计算机视觉库，它含有2500多个经过优化的算法，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视觉以及机器学习领域。OpenCV 它不仅是一个很好用的计算机视觉库，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材料。因为我们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所能看到的那些经典的算法，在 OpenCV 里面你都能找到开源的实现。如果是对算法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找到相应的源代码，读源代码的过程可以加深你对算法的理解。所以 OpenCV 它不仅是一个工具库，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资源。另外，OpenCV 它有提供了 C++、Python 和 JavaScript 的的接口，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基于这些语言来开发 OpenCV 的应用。同时，它是跨平台的，支持多种操作系统以及目标设备。然后 OpenCV 它在 GitHub 上的开发热度也是非常高的，目前有2万以上的 forks，它的 issues 的处理以及讨论的热烈程度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社区。它的最新的版本是本月18号发布的 OpenCV 4.4版本。是声音很小吗？我靠近一点，因为我靠近一点吧。好，这里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看一下这个 OpenCV 它是如何处理图像的。我们这里采用的是 Python 语言的 OpenCV 的示例程序。呃，Python 语言的接口会使用起来会非常的方便，所以这里使用 Python 语言来展示一下它的例子。首先第一行是引入 OpenCV 的模块，第3行是读入我们要处理的图片。因为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 Candy 的边缘检测的算法，它要求它的输入图片是一个灰度图，所以我们第2个参数要设成0，让它转化成灰度图。第4行是我们调用 Candy 模块来对这个图片进行边缘的提取。第2和第3个参数是它的实质的阈值，我们不需要具体了解它的含义，它就是一个上下限的意思，就是低于100，它认为是
非边缘高于200，他认为是边缘。这样处理之后会得到一个边缘图。我们第5行和第6行对原图以及边缘图进行显示，然后第7行是进入一个主循环，等待键盘的输入。我们可以看到，用 Python 的语言来写 OpenCV 的应用程序是非常方便和快捷的。我这里也推荐大家在学习或者原型开发阶段，可以尽量的使用 Python 的接口。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要内容是 OpenCV 的 DN 模块，也就是 OpenCV 的深度学习模块。首先，深度学习 OpenCV 的深度学习模块，它是一个推理框架或者叫推理引擎，它兼容目前市面上大多数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所训练的模型，比如 TensorFlow、Caffe、Torch、DarkNet，它也支持 ONNX 以及 OpenVINO 格式的模型。我们这里展示一下 OpenCV 深度学习模块它的演进的历史。在2015年12月的 OpenCV 3.1 版本 ，OpenCV 的深度学习模块第一次进入到OpenCV 当中，当时还没有放到主仓库，而放到了 OpenCV Contrib 仓库里面。沉寂了2年之后，在2017年的8月份，OpenCV 的3.3 版本，第一次将 DNN 模块纳入到主仓库，同时增加了基于哈利德语言的 GPU 加速。在17年的12月份，3.4 版本加入了 JavaScript 语言的绑定，以及基于 OpenCL 的 GPU 的加速。从2017年开始 ，OpenCV DN 模块的迭代就速度明显加快。在18年2月份的3.4.1 版本，加入了英特尔的推理引擎后端，使得在英特尔硬件上的推理速度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18年的12月份4.0 版本，加入了 Vulkan 的加速后端。我是这个 Vulkan 加速后端的作者。在19年的10月份4.1.2 版本，对 DN 模块的高层的 API 进行了一些改进，增加了一些可以帮助写应用的同学们可以方便的写关于分类检测，还有图像增强等应用的一些鸡肋2019年的12月的4.2 版本加入了 CUDA 的后端，然后今年的4月份的4.3 版本加入了 Tangent 的后端，用来支持 ARM 平台上的加速。在最新的4.4 版本，OpenCV DN 模块加入了对 YOLO v4 的支持。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市面上有非常多的推理引擎存在，比如 NVIDIA 的 TensorRT， 比如腾讯和阿里都有自己的推理引擎框架。那为什么 OpenCV 还要写一个自己的推理引擎呢？这是不是造轮子呢？重新发明轮子呢？这里列出了我理解的几点 DNN 模块的一些优势，或者它的好处所在吧。首先，它是一个非常轻量的一个推理引擎模型推理引擎框架，它只是涉及到推理而不涉及到训练，这样在安装和编译的过程可以比较简单，以及速度会比较快。第二点是它的便利性。OpenCV 它自带的加速后端是可以直接运行的，而不依赖于外部的第三方的加速库，这样可以做到开合即用。然后如果你目前自己的应用是基于 OpenCV 开发的话，那使用 OpenCV 的 DN 模块，你会非常方便的为你现有的应用直接引入深度学习的推理功能。
第三点是它的通用性，它可以支持多种硬件平台，比如 CPU、GPU、VPU、FPGA 等。它也因为 OpenCV 的跨平台属性，它也支持现在目前主流的操作系统 Linux、Windows、安卓和 macOS。最后是它的加速框架 ，OpenCV 提供了一个后端的框架，用来充分的利用各种平台上的加速库来加速它的推理能力。这里列出了深度学习模块经过良好测试的一些模型。我这里主要列出了它的图片分类以及目标检测相关的模型。更详细的模型列表呢，大家可以看我下面给出的这个链接，官方的链接。如果你开发应用，你的模型是在这个列表之内的话，那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 OpenCV 的深度学习模块来部署你的模型，它可以保证你的准确性和速度。我们这里展示一下这个 OpenCV 深度学习模块的使用方式、使用方法。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OpenCV 深度学习模块里面的一个示例，叫风格转换。我们这里只列出了关键的逻辑，而没有把所有的代码都放在这儿。基本上来说，对于一个深度学习的应用的推理过程的话，有5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加载模型，在这里我们因为使用的是 Torch 的预训练模型，所以我们用 readnet from Torch 这个 API 来加载模型。下面这一行第17行是设置后端，这个地方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后端，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这里这个 OpenCV 后端是自带的默认的后端。第二步是我们要对输入的图片做预处理，使输入的图片处理过后，让它适合你所用的模型的输入。那个预处理一般来说要做的，一般是对图片的大小进行调整，有些情况下还需要减掉均值，甚至是对 R 和 B 的通道进行交换。这个是根据自己输入图片和你的模型对输入 blob 的要求所做的一些事情。第三步是将刚才处理好的输入数据设置给网络。第4步是进行网络的前向推理运算。第5步是对推理得出的结果进行后处理。这一步是跟网络相关的，就是你用的不同的网络模型，你的输出的语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逻辑是需要根据网络模型来定制的。所以总的来说，任何的深度学习推理的应用都会包括这5个部分。然后要运行这个示例程序的话，它的命令行我列在下面。它使用到的模型，它用了2个参数，第一个是模型，第二个是输入图片。它这里用到的是一个基于梵高星空那幅画作所训练出来的一个风格模型。它的下载地址我已经列出来了，大家可以下载下来试一下。右边是做推理之后的一个结果，上面是原图，下面是进行风格变换之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使用 Python 的接口来做一个深度学习的应用，它是非常简单和快捷的。好，下面我们深入到 DNN 模块的内部，来讲解一下它的 DNN 模块的优化以及它的加速的一些内容。这张图是深度学习模块的一个总体架构图。从上到下，我们逐层来解释一下。
上面第一层是语言绑定和精度测试、性能测试以及示例程序。语言绑定支持 Python、Java 和 JavaScript，然后精度和性能测试是 DNN 模块中提供的，可以对某一些层的精度和性能进行测试，也可以对某一些特定的模型进行测试。然后它的示例程序，包括 C++ 和 Python 的示例程序，这个地方推荐大家可以认真的仔细的看一下它那些示例程序，也是非常好的了解 DNN 模块使用方法的一个途径。然后第二层是它的 C++ API 层，它的原生 API 是通过 C++ 语言提供的，然后它的一些功能包括加载模型、运行模型以及获取模型推理结果。第三层是实现层，它里面包括模型的引入器。模型引入器的作用是将不同框架下训练出来的模型转换成 OpenCV 内部的一个表示。第二个是 DNN 的引擎，这个 DNN 引擎是对模型进行过引入之后，会在内部形成一个内部的计算图。这个 DNN 引擎就是来构建这个计算图以及对计算图进行优化的。最后是一个层的实现，对每一种类型的层都有一个一个算法的实现。然后第四层是加速框架层。OpenCV 在加速框架下面提供了下列的这些加速手段，我们从左至右逐个简单介绍一下。最左边的是它的原生的 CPU 加速，它用到了 SSE、AVX 等这些向量指令集，还有用到了一些多线程编程的元语来对主要的那个算子进行加速。它自带的 OpenCL 的GPU 的加速方案是基于 OpenCL API 的加速方案。然后第三个是 Intel 的推理引擎后端，它支持 CPU、GPU、VPU 以及 FPGA 设备。第四个是 CUDA 后端，第五个是 Tangent 后端，支持 ARM 设备 ARM 平台上的加速。第六个是 Vulkan 后端，也是 GPU 的加速。还有哈利德后端支持 CPU 和 GPU 的加速。深度学习模块当中，它的最关键的逻辑，我们只要看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叫 setupnet。它在里面会构建它的内部计算图。它的主要逻辑或者主要的做的事情分两大块，第一块是为每一层分配层实例。它要做三个事情，第一个是分配一个层的实例对象，然后会为这个层的输入输出进行内存的分配以及复用。第三是做一个CV-MET 数据对象和后端数据对象之间的一个映射和绑定。当所有层分配好了之后，会进行一个层的融合的处理，将一些运算层融合到一起，这样来加速计算图的整体的计算效率。当所有的层以及层融合都处理完了之后，会对后端进行一个初始化。在这个里面，根据用户所选的不同后端，会为后端会调用相应的后端的初始化函数。在这个里面，会对每一层，然后创建一个后端的运算节点。下面我们对 DNN 引擎的优化来做一个讲解。DNN 引擎的优化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层的融合，第二个方面是内存的复用。
呃，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网络的子结构，是一个 convolution 层加 batch normalization 加 scale 加 ReLU，在这种结构的子结构下面我们看到后面3个黄色方框代表的层可以融合进 convolution 层。它这里面的原理是 batch normal 和 scale 的操作是可以事先把它转化到层的那个模型参数当中去，而无需在每一次进行计算，只需要对模型参数做一个相应的变换，就可以省掉这两层的运算。然后ReLU层是因为它是一个 element wise 的一个操作，只需要在 convolution 每一个pixel 的 convolution 的计算最后增加一个ReLU的运算就可以了，无需再单独的调一层ReLU的运算。这样的话，4层会融合成1层。这种情况是2个卷积层进行一个 element wise 的操作之后，进入接一个ReLU层。这种层可以把它把 element wise 和 ReLU 把它融合进其中的一个 convolution，然后将另一个 convolution 作为第一个 convolution 的一个新的输入，这样将4层简化成2层的运算。这种情况是3个输入进行 concat，3个层的输出进行 concat 之后输入到第4层。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把 concat 拿掉，将前面3层的输出给他们指定好相应的位置地址内存地址，直接写入到第4层的输入当中去就可以了。经过这个层的融合之后，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计算图的运行效率。接下来是内存复用的优化。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没有经过内存复用的情况。我们有每一层，我们看到黄色的框是分配的内存，而绿色的框代表的是引用的内存。我们每一层会分配自己的输出内存，而每一层的输入内存不需要单独分配，它是直接引用前一层的输出内存。这是一个没有经过内存优化的一个例子。我们第一种内存复用的情况是，当你层的运算是一种 in place 模式的时候，所谓 in place 模式是说它的输出可以直接覆盖掉输入，而不影响其他其他点的输出运算，这种叫做 in place 模式。这种情况下，我们无需分配输出内存，而直接可以复用它的输入内存，直接引用就可以了。更加常见的一种内存的复用的方式是上层的层复用低层的层的输出内存。我们知道，计算图的运算它是逐层进行的，在第3层在运算的时候，第1层和第2层的运算已经结束，所以第3层的输出可以直接使用第1层的输出内存，而无需自己分配。经过这样的内存复用之后，在运行期，DN 引擎的内存开销可以大大的减少，而提高内存使用的效率。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另一块加速框架，它是DN 模块定义了 backend 和 target 2个枚举类型，来管理各种各样的加速后端以及加速方法。我们看这个列表的第一列，它列出了目前
深度学习模块支持的那些加速的后端类型，有 OpenCV 后端，OpenCV 后端是它的默认后端和原生的后端，哈立德后端是基于哈立德语言写的加速的后端，Inference Engine 是英特尔的 Inference 引擎后端 ，VKCOM 是一个 Vulkan 后端 ，CUDA 是 N 卡的后端，然后 Target 是列在第一行，Target 指的是算法推理任务运行的目标设备。目前支持如下几种目标设备，有 CPU，OpenCL 以及 OpenCL Focus 16，这两个实际上指的是 GPU，还有 Myriad 是英特尔的 VPU 设备，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计算棒就属于 Myriad 设备。Vulkan 设备其实是 GPU 设备、FPGA 设备以及 CUDA 设备。然后这些组合里面画勾的，说明这种组合在 OpenCV 里是支持的。这里也给出一些组合选择的一些建议。如果你是作为原型开发或者想快速试验一下自己的网络模型，我建议可以使用第一种组合，也就是 OpenCV 的后端加上 CPU 的加速，它没有第三方的依赖，可以直接就可以使用。如果你有英特尔的集成显卡的话，可以使用组合2，它会比组合1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更好的性能。如果你想在英特尔的平台上获得最佳的性能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组合3、4、5、6，根据你不同的硬件平台来选择。如果你是对推理引擎的实现以及它的加速后端的实现感兴趣的话，想学习一下它的实现方法，我建议可以使用7，就是 Vulkan 后端来跑一下 Vulkan 后端，来看一下它的运行过程。设置后端以及目标设备的 API 是这两个，我们可以放心的设置这些后端。OpenCV 在运行期会去检测你所设后端的环境是否具备，如果不具备的话，它将会 fallback 回它的原生的 CPU 后端，CPU 加速的那个路径，也是能够保证你的网络运行下去。好，那我们下面进入到加速框架的内部来看一下，它是一个加速后端或者叫加速后端是如何实现的。它主要有2个基类来帮助各种各样的后端来进行实现。第一个是 Backend Wrapper， 它是一个数据对象的封装器，它可以是方便在 OpenCV 的 Meta 对象和后端的数据对象之间传递数据的。第2个基类是 Backend Node， 它是运算节点基类，每一个加速后端需要实现相应的子类，用来封装自己的算子。我这里用 Vulkan 后端来作为例子来讲解一下，一个后端是如何实现的。因为我是 Vulkan 的后端的作者，对这一块比较熟悉。然后 Vulkan 后端的代码也比较精简，结构比较清晰，便于学习。相关的 code 源代码分那么几个部分，它们都位于 DN 目录和 source DN 下面的 source 目录的下面。第一块是 VKCOM 目录 ，VKCOM 是一个基于 Vulkan 的 Computer Shader 的一个 DNN 算子库，它实现了一些常用的算子。然后是 OP 下划线 VKCOM， 它是实现了 Backend Wrapper 和 Backend Node， 供 DN 引擎使用。然后是位于 DN 点 CPP 其中的代码，它是 DN 引擎调用 OP Vulkan 的相关代码进行数据对象和后端节点的初始化，
以及进行后端推理的代码所在地。然后是位于 layers 目录下的每种层类型，它需要实现层的虚函数，就是 init vkcom 这个虚函数，在其中创建算子对象。下面讲一下这个 vkcom 这个库它的基本情况。vkcom 是它是基于 Vulkan Computer Shader 的一个 DNN 算子库，它的代码位置是 DNN modules DNN source 和 vkcom 下面，它包括4个子目录。第一个是 shader 是算子的实现，第二个 source 是 host 端的代码，第3个目录 include 是头文件，第4个是 Vulkan 目录，里面是 Vulkan 的库加载器。这里要提一下，就是 OpenCV 它社区它对类似 OpenCL 以及 Vulkan 这样的加速的Graphic 的 API 的库运行时，它有一个要求是，它不允许在编译期引入对这些库的依赖，所以实现起来的话，需要通过动态加载的方式，在运行期，把这些库加载进来，进行一些函数指针的绑定才能使用。所以这里会有一个 Vulkan 的库加载器的实现。我们看一下右端的这个 vkcom 的一个架构图，其实最主要的是红框里面的这些算子的实现，然后最上层是 DN 模块，它会调用vkcom 这个模块，而 vkcom 往下会调用到 Vulkan 的一些 API 来实现它的tensor 的管理以及实现这些算子的功能。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对象的初始化和运算节点的初始化。这里是数据对象的初始化，在分配好层，在创建好层实例的之后，我们以及为这一层分配好memory 输入输出 memory 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 wrap 的操作。wrap 操作是将分配好的CPU 的内存跟相应的后端的数据对象进行一个关联或者叫绑定。它这里有2条路径，第一条是会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对象，在后端上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对象，它走的是 wrap-net 这条路径，而另一条路径是无需创建新的数据对象，而是复用原有的后端数据对象。这条路径是对应我们刚才说的内存复用的情况，也就是说在CPU 内存进行复用之后，它对应的后端数据对象也需要进行复用，就会使用到这个 API 来进行复用。接下来是后端运算节点的初始化。我们在层 layer 这个抽象类当中有一个虚方法叫 init vkcom，然后不同的层需要实现这个虚方法。然后我们这里以 convolution 为例，它实现了这个 init vkcom，然后它的实现里面的逻辑是将层配置参数转化成后端算子接受的那个参数类型，然后呢创建后端算子，然后创建模型权重和偏置的数据对象，然后创建 vkcom 的后端后端运算节点的对象，创建好了之后返回给上一层，经过后端节点的初始化之后，会为每一个创建出来的层分配相应的后端的运算节点，为下一步的推理运算做好准备。这里就是进入到前项运算的过程当中去，它会调用 forward layer 逐层的进行层的运算，
如果你选用的是 Vulkan 后端的话，会调用到 forward vkcom 这个函数，最终会使用到我们在前一个步骤创建的运算节点来进行前项的推理运算。然后我们这里以 U 班图平台来展示一下如何把这个 Vulkan 后端 enable 起来。它可以分4个步骤。第一步，你需要安装 Vulkan 的 SDK 以及解压，把它解压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安装 Vulkan 的驱动，我们用这个命令就可以安装 Vulkan 的驱动。然后需要我们重新 build OpenCV，加入 Vulkan 后端的支持。我们只需要加一个编译选项，就是 with Vulkan 等于 on，就可以把 Vulkan 后端的支持打开。最后，这些是运行一个单元测试用例，来验证一下你的 Vulkan 后端是否成功的 enable 起来。首先需要，需要设置一个环境变量，让这个让系统知道你的 Vulkan 的运行时的库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我们刚才解压的目录，你指向这个 lib vulkan 点 so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运行 OpenCV 提供的 DNN 的一个测试程序，它位于你的 build 目录下面的 bin 目录下。然后我们用这个命令行来选择一个特定的测试用例。之所以选这个测试用例，是因为，它很多测试用例会用到额外的数据，需要模型数据或者输入输出数据需要下载。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选用了一个无需下载额外数据的一个测试用例，来验证一下我们的 Vulkan 后端是否成功的跑起来了。这个如果一切成功的话，我们会看到右边这样的输出，红框里面代表你的后端和目标设备，后端是 vkcom 后端，目标设备是 Vulkan 设备，说明我们的这个 Vulkan 后端已经 enable 起来了，并且测试通过。好，我们这里提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是GSOC，就是 Google Summer of Code 2020的一个项目，它是为深度学习模块加入一个 Web GPU 的后端，它它是希望在 Web 端引入 GPU 的加速，它是基于的是 Web GPU 的 API，然后会用到 Web GPU 的 Shading Language。它遵循的是目前这个 Vulkan 后端的设计，并且在第一个阶段会重用 Vulkan 后端的这些Computer Shader。这个项目它最终会输出的东西包括一个 Web GPU 的后端，然后它可以让浏览器当中可以对用到 GPU 的深度学习加速能力。然后会提供一个 benchmark 来比较现有的 CPU 的加速和我们加入的 GPU 的加速后端之间的一个性能比较。最后基于 OpenCV 的推理引擎后端，我们给出一个人脸活检的一个应用程序，我们看一下是如何部署和实现的。在进入之前在具体讲解之前，我们介绍一下 OpenVINO，因为英特尔的推理引擎是 OpenVINO 中的一个组件。OpenVINO 它包括那么5个部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称为深度学习部署工具包，就是这个，它里面包括2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个是模型优化器，一个是推理引擎。推理引擎它的作用是将转换模型优化器转换好的模型部署在各种 Intel 支持的设备上面，这些设备包括 CPU、GPU、VPU、FPGA。有了 OpenVINO 的话，就可以在 Intel 的各种硬件平台上
进行快速高效的开发深度学习的应用。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工作流程。首先第一步你是需要训练模型，拿到训练模型之后，第二步需要调用模型优化器对模型进行转化和优化，然后这一步的输出会是一个 XML 文件和 bin 文件。这个是 OpenVINO 推理引擎所接受的模型格式文件。第三步是应用程序调用推理引擎将模型放到合适的设备上进行推理运算。如果我们这里用 OpenCV 的话，第三步就变成了 OpenCV 使用 OpenCV 深度学习模块中的推理引擎后端来部署转换好的模型。好，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使用当中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边展示的是一个人脸活检的活体检测的一个应用。那人脸的活体检测是针对是需要检测输入的人脸图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人，还是来自于非活体，比如视频回放或者是打印图片的人脸，我需要区分开来。然后我们这个示例当中使用的活检的算法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叫 PhysiNet 的网络模型，它是2019年 CVPR 人脸活检竞赛的第3名的一个模型，它的准确率和它的主要特点是轻量。这些数据罗列在这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它的 paper 链接在这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第一步是训练，我们的数据采集部分，我们用到了 Intel 的 RealSense DC15来进行数据的采集。我们采集的攻击形态包括重放和打印攻击，然后它的数据模态我们采用的是深度图来做训练。这个是它的整体的采集流程。绿色部分是用 RealSense 的 SDK 做的，我会同时输出 RGB 图和深度图，然后进行对齐之后，用人脸检测器对 RGB 图进行人脸检测，得到人脸的 bounding box 之后进行裁剪，最后会得到人脸的深度图。我们把人脸的深度图存下来，作为训练的数据集。训练的代码已经开源，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从这个链接拿到开源的代码来进行训练，这里就不进行详细的讲解了。得到了模型之后，我们需要将 PyTorch 训练的模型导出成 ONX，第一步要导出成 ONX 格式的模型。这个导出的逻辑基本上是 PyTorch 使用 PyTorch 里面的 ONNX 的模块，将 PyTorch 的模型直接 export 出来，就是红框里的这句话，直接把它 export 成 ONNX 的模型格式。然后第二步是使用模型优化器将 ONNX 的模型转化成 OpenVINO 的所接受的 IR 的格式，它最终会生成2个文件，一个是点 .xml， 一个是点 bin 文件。这个是模型转换的一个命令行，输入是 ONX 的模型，输出是指定一个存放路径。好，这张图展示的是模型部署之后的一个情况，和整个 APP 的运行的流程图。前面部分和数据采集是一样的，也是生成 RGB 图和深度图，然后用人脸检测器进行人脸检测或者 bounding box，然后分别对 depth 人脸和 RGB 人脸进行处理。RGB 人脸是会进行人脸识别，运行一个人脸识别模型，而深度人脸会进行一个活体检测，两者的结果结合起来，然后通过 OpenCV 进行可视化。我们这里浅蓝色部分是深度学习模块的是推理引擎后端
所做的事情。这里为了展示那个灵活的部署能力，我们故意将3个模型部署在3个不同的设备上，然后它所使用的后端以及目标设备的 ID 号，我们显示在相应的框图旁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将一个应用中的多个模型，可以把它分散在不同的运算设备上，来提高系统的整体的吞吐能力。我们下面展示一下 demo 的 video， 这个是回放攻击，然后是图片高清打印图片的攻击，效果还是不错的。最后，这里推荐一本我们团队写的一本关于 OpenCV 深度学习应用和性能优化实践的一本书。它里面作者包括我，还有其他的 OpenCV DM 模块的代码贡献者，以及 GPU 方面的专家。它应该是第一本深度解析 OpenCV 深度学习模块的中文书籍。它的内容涵盖了从应用、架构以及加速原理与技巧全面的覆盖。然后还有关于 Intel 推理引擎加速的一些深度的信息。最后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人脸活体检测的案例的所有的源代码以及详细的训练应用的 code 的讲解都会在这本书里都有。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在京东去看一看。最后给出一些资源链接，这里强烈建议大家看一看这个 DNN Samples 这个目录下的那些 DNN 官方的示例程序。OK，今天的分享就到这结束，谢谢大家。好的，那么非常感谢这个吴志荣工程师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讲解。那么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写在这个评论区，然后我们让这个吴志荣工程师来为大家解答。呃呃我是直接回答吗？因为我看到有几个问题。你也可以，就是你可以先念出来，然后然后再答。好的，有一个问题是 OpenCV DN 是否开源？它是开源的，因为 OpenCV 本身整个 OpenCV 就是开源的，它的 DN 模块也是开源的，然后里面会调用到很多后端的加速库，这些加速库大部分也是开源的，所以这整套 stack 基本上都是开源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网友问到 ，AMD 的显卡能用 GPU 加速吗？OpenCV 里面的 OpenCL 加速后端只是我们当时测的话是只在 Intel 的 GPU 上进行了完整的测试，并没有在 AMD 的显卡上进行测试，所以不保证它的正确性和它的性能数据。有一个网友问，自定义的层如何进行内存复用？是这样的，内存复用的话，你只要符合刚才我那个图片里画的，就是你在下一层运行的时候，你本层已经运行结束，那你的输出内存就有可能被别人复用。同时，你的输入也可以用这种机制复用前一层的输出内存，这个是跟层的类型没有关系的，因为这套机制是一个通用的机制，
是跟层的类型没有关系的。字是否是自动进行优化？我不知道你这个优化指的是哪一块，是指的内存复用吗？内存复用是在那个dn.cpp 里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setupnet 那个函数里面会进行内存的复用，就是你可以默认应该是打开的，就是内存复用是打开的，有一个红，我记得是源代码里有一个红，你可以把那个内存复用给禁掉，但是默认应该是打开的。请问公开模型推理 benchmark 有吗？嗯，我最后给的这个资源里面，就是第一个资源里面的 OpenCV 官方的 wiki page 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关于 deep learning in OpenCV 的那么一个页面，里面有一些 OpenCL 后端的一些数据，但那个数据应该是18年的，目前没有更多的更新，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数据。然后，如果是其他的后端的 benchmark 的数据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参考相应加速库它的内容，因为相应加速库它的能力是多少，然后它这个加速后端的能力基本上和那个是一致的。有的版本网络运行会卡死。ARM 优化加速支持飞腾等国产芯片否？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看那个那个 OpenCV 中国的那个第二个分享，就是上一个分享是基于 Tangent 的 ARM 的加速，那个里面应该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OK，好像没有别的问题了。啊，在这个就是我们开播之前，有 OpenCV 的用户，他说他就是今天不能够听那个你的直播，然后他就把问题就邮件发给我，然后他的问题是，就他们现在用的还是比较低版本的这个 OpenCV 是2.4.9吧，然后他说因为某种原因呢是不能升级到更高的版本，他说如果用旧版本。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他还想使用这个 OpenCV 调用这个深度学习模型进行推理。嗯，旧版本的话，你是用不了这个 OpenCV 的 DN 模块的，除非你 porting 过去，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你除了你的深度学习推理运算这一块，你直接使用第三方的加速库就可以了。其他的部分还是沿用 OpenCV，只是这个推理这一部分你直接使用第三方的加速库，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因为其实 OpenCV 的后端那个加速框架里面，它其实就是对一些第三方的加速库的一些封装，所以你可以直接使用。好的。有一个新的问题，活体检测那嗯，个硬件需要多少钱？那个硬件应该是比较贵的，那个 D415，我我据我的了解，应该要800-900吧，那个 D415，因为它是一个深度摄像头，双目的深度摄像头，但是呃目前也有国内的一些厂商，他把这个成本会做的比较低，可能可以降到想一下，可能可以降到300-400一个模块，有可能，就国内的方案。这里有一个 FP16比 FP32慢，是什么原因？你是指的是那个 OpenCL 的那个加速后端的 FP16比FP32慢
是吗？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之前开发的过程中，是碰到过有一些 case 是这样的，这个应该是跟模型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如果这个模型它并不是模型比较轻量，然后它的运算负载并不是那么大的话，你用 FP16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带来那么大的运算上的好处，反倒是 FP32到 FP16的多次的转换会带来额外的开销。这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不是美金，是人民币。OpenCV 是否支持动态的 ONNX？ONNX 这一块后续我没有跟进，这里我不能给一个确切的答复，不好意思。好了，好像好像没有没有问题了。问题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我们谢谢这个吴志文工程师。好，谢谢大家，好。拜拜。